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来，今天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已经降落，新恋情已经来到你身边附近了哈。我们来侦测一下，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1、2、3哈。那我等一下拿近的时候，你想看仔细一点，你看一下暂停哦。记得你的目光很难离开它的那个共振最强，你就选它哈。来。今天的第一张是圣杯国王，好，第二张是金币2，好，第三张是圣杯皇后，好。那我想你应该已经决定好了哈，那我们就不啰嗦，直接开始喽。来，直接开始今天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已经降落，新恋人已经抵达了，来到你附近了哈。好，那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来翻牌哈。先从5张牌里面来寻找哈，寻找一下能量的连接。好，好，这组牌的动物讯息蛮多的哈，我需要看仔细一点哈。等一下哈，这张牌已经出来了，我先压在这里。好，这个等一下再看。好。看一下哈，目前出的是现在哈，已经到了你们要立刻认识的分水岭了。为什么已经要立刻认识了？还有一个分水岭，有一个事情要发生了哦，有一个事情要发生了。它很像是一个约会、一个见面、一个活动。我看一下哈，对。它就是有一件事情要启动了，然后启动之后呢，你们这个分水岭哈，这个界限啦，就是下一步哦，你们那一个下一步会跨出去，然后进到了2个见面的那一个时机点。那个时机点有包括的是一个活动、一个场合，我觉得是一个活动的几率比较高啦哈。那有一个特色是，这一个事件里出现的其他人，大多你都不认识，因为这边有讲他一个基本的一个塑造那个环境的概念哈，对你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可能你不认识啦哈，或是认识的人很少，那不过你在其中还蛮容易得到快乐的哈，因为其中有很多新颖的东西、新颖的人事物都有哈。你可以近期这边有个建议哈，因为它这里有一个事件要发生，让你们2个相见，但是并没有说只会发生一件事情，或是下一件事情就相见。它比较说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啦，所以你近期，因为这个情况已经有点近了，近期有任何活动，有邀约就去，他会在其中一个出现，然后我是可以确定他会这个讯号比较清晰了哈，因为圣杯3的出现哈，他会因为有另外一个人搭起一个桥梁让你们认识，所以他可能是被别人介绍来跟你认识的啦，这是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这个活动会是你的朋友来做邀约，然后你在那一个活动里面见到他。当然了哈，反正这个情况有很多都是你算是比较被动的啦，因为你的主动性已经好不容易来到了这一个边界了，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分水岭，你要起步，下一步要进入下一个世界，你的能量已经很努力把你拉来这里了。我比如说，你的能量已经很努力拉来这里了哈。那
在整个你的能量的最底层下面有一个很强很强的驱动力哈，它它已经累积到，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啦，已经正能量已经很努力把你拉来这里了啦，现在就是已经要摘果实的时候了啦。那个底下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好不容易把你拉来这里了，所以现在你所能做的就是去参加各种活动了。他在其中一个地方等着你哈。那这个人呢、他这边所定义的这个人，应该算是一个，我们先不讲财富这些很稳定啦，就是一个很有生活质感的人，各方面生活感很重的人，所以他也在暗示说，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花言巧语的人，很浪漫的人，情绪很澎湃的人，他是一个很稳定的人哈。主要是因为这里出现的土能量都压在他那里了。都压在他那里，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蛮稳定的人，然后物质各方面展现各方面，也就是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身上用的东西还不错。那人讲话没什么太高的情绪哦，也不是一个活蹦乱跳跑来跑去的人，也不是大家里面特别活跃、特别彰显自己个性的人哈。大致上是这样哈。来，既然上面2张已经翻了，我们把它翻起哈。好，哦，好，看一下哈。我确定它是一个聚会了，它是一个蛮多人的聚会了哈。那这个聚会的目的可能有点像是一种庆祝会，然后有一种专注于交流、认识人、交换名片、交换身份地位，里面可能会有认识一些长辈、长官，反正这里的人的等级上下区间蛮大的啦，哈，跨幅蛮大的。我觉得这是属于工作场、工作内容额外的一种聚会邀约哦，也有可能是不同公司、不同单位的一种怎么讲，联合起来的一种交流活动啦，就是要让大家互相认识的一个活动啦。哦，不太像是什么婚礼庆祝啊，或者什么生日庆祝这种，没有啊。这个活动里出现的人还蛮多的，我看到的人确实是蛮多的哈。那花费这个活动的经费也蛮高的，感觉是一个认真要办的活动啦。哦，就是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的这种哈。那我仔细看一下，这边又再讲了一次，这个人除了很稳定之外，他还展现了非常理智的状态，会出现在你面前。所以他在第一时间看到你对于你的喜欢，其实并不会表露出来哦，他并不会表露出来，他会埋在心里。那他会花一些时间来分析一下他自己对于你的感觉是否，哎，到底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他第一次看到你就很有感觉了，我这边看到了，因为他这里有一个很强的理解力的快速提升，有点像是在制止自己立刻跟你表白，或是立刻跟你表达好感，有这个讯号。因为他的理智、他的水能量各方面都管理的蛮好的，所以第一时间，我觉得你可能会在这阵子你去参加很多活动的时候，认识一些人，有一些人有好感，那他就在这里其中一个，但我猜他可能不太会在第一时间就让你发现他对你的喜欢。不过这只是一个部分的几率，不是全部哦。只是几率偏高，几率偏高。来，好，再看一下哈。
这个牌比较大张哈，画面不太塞得进来，好，没关系，我看得到，再帮你解释就好的。好的，开始有一些不错的了哈，还是一样，而且这笔再更加证明了我的想法，就是他第一时间哈，确实会把他对你的感情、对你的感觉藏在很深的位置哈，他的理智已经控制了一切了哈。然后等等哈，好，然后这3张牌恰恰印证了我在翻他们之前就已经讲对的，他会把那个他在压抑自己的平静啦，所以他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蛮激昂的，蛮澎湃的，他对你的感觉蛮深的，蛮深的。但是现场遇到你的时候，他心里涌然了某种冲动，可是和某种不自信混在一起。他主要的不自信是，可能在那个场合也不太适合跟你讲对于你的喜欢或什么的。但我这边有觉得他也没有特别要去跟你留联络方式，他会找别的方式再去跟你见到面一次。不过还是有一个主动性蛮强的，就是他会主动去问你的联络方式，跟你多一点认识。可是这就违背了他不想在你面前显露出他对于你的喜欢的这一件事情。因为这边有感觉到你很敏感，如果是你会马上感觉到有人喜欢你那个，但他有一张非常大的牌，阻止了他让你发现，阻止了他去表达的这么清晰哦，还不止一张呢哦，就不告诉你是哪个位置，但是有哦。不过牌面上说他这样子不让你知道才是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这样是对，但是他们觉得这样是对的，可能是觉得说这个发展应该要再更健康一点，再慢一点，再慢速一点，再多一点观察一点，哦，或是能量好像还不够完备，还不够完整，让你们相遇，让你们见到，已经是目前能量可以给予你们最好的一个情境了。哦，你再期待一下哈，我看一下，对啊，因为它这里有一些协调的、平衡的哈，能量已经达到平衡的状态哈。这里钱币8已经确定了，这个相遇已经是累积了很久，能量存了很久的一次爆发了哦。这次爆发就只先让你们认识，我觉得这次爆发的目的是让他看到你，觉得这里似乎已经给足了这段新恋情最好的第一次状态。已经给足了哈，后面再等等，后面要看他那边的能量的发展了。我觉得你这边的为了达到遇见他的这个能量，目前已经做出最好的表现了。那后面第2次之后是他那边能量的牵引哈，或是他那边的能量的状况，才可以看出来他后面的主动性有多高，下次你们再见面的时间点有多近，这样子。好，这还不错哈。来，我来帮你翻。你跟他的，我直接帮你翻。你跟他的那个，因为这是已经第一次见面了嘛，好，所以后面会有已经能量已经正式的正面的连接到了哈。我再来帮你翻，这是能量上的一些路线发展跟能量的结构连接起来的结构状况是什么哦？好。哎呦，哦，又出现一次。好哈，首先，他确实确实证明了他内心对你的澎湃度其实是蛮高的，因为又出现了一次女祭司牌来压住
他对你的冲动。然后其他牌有很多的讯号都是在说，他对你的冲动，他对你的喜欢已经在第一次见面就已经瞬间到了满点了啦。然后他对你就有产生一些幸福想象了，就带你出去玩啊，跟你一起吃饭啊什么的都有哈。那他跟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连接感觉非常好，他已经把它放在心里了。只是因为啦，他自己的那个自制力真的是蛮强的哈，他已经把它都压下来了。所以简单来说，是你这边的能量勾住他了哈，勾住他，他已经脑子已经充满了非常多的思维了，讲对于你啦。所以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可能后面会有比较多的主动的方式，确实是会比较明显哈，主动的动作会比较明显哈。那我想一下哈，你们这一次的相遇，其实是他那边的风能量把他吹过来了，吹过来到你这附近了。那你这边是靠你一些土能量、一些火能量，一步一步的走近。其实这里有一个讯号，比较像是你这里是不知不觉的走进到他身边的啦。哦，可是他那边有一个很强的，有一个很浪漫的，有一个超乎他想象的风能量，是他平常不太会感受到的那一种带有浪漫气息、恋爱气息的风能量。哈，在他耳边吹了一阵风，然后他突然就在这一种感受，突然就看到你了，然后突然就很有感觉了，因为他在被那一股风吹的时候，他有一股陌生的。就是一种舒适感，但是挺陌生的，所以让他开始起了一个好奇心哦。然后这个好奇心的答案就在你身上找到了。抽象讲就是这样了哈。那我想一下哈，其实你在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啦，你对他其实也蛮多想象的啦。他其实可是不是往恋爱方向想，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有趣，怎么却表达的这么冷酷？而且他在你眼前，每个人都好像话很多，很努力的在彰显自己的能力、特色、个性。可是这个人突然就往内说，反而吸引到了你的注意力，这是一个线索啊。你有发现他有在注意你，你有发现他想跟你讲话，可是他却收了很多话。你明明就有感觉到他跟你的节奏是相同的，你明明就有发现你们两个可能是语言也是相同的，语言上就是说你们两个讲话的内容方式模组很雷同。你有发现你也想试着跟他讲话，可是发现他好像你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会觉得他好像没有兴趣，可是没有，是因为他那一股风能量其中的理智也把它压下来了，还有女祭司的强力能量把它压下来了。你的感觉是没有错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线索哈。其实啦，你仔细的敏感下去感觉，他其实蛮明显的。这个人其实还蛮明显的，没有那么难。在他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自己隐藏得很好。可是以你的角度来说，他实在太比别人更与众不同一点。在那个场合里，在你遇见他的时候，来，我来帮你翻一些别的他的性格的部分，帮挖一下他内心的东西。凭直觉帮你挖哦。这是好哦，我才知道了。他讲一个比较，感觉好像负面的形容词，但其实我是称赞的。他是一个强大的偷窥者，但我们把它换成这个，他是一个强大的分析者，他是一个强大的讯息分析者。他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很多很多他梦寐以求的一种浪漫的感觉，然后他在你身上有看到很多他以为只有在想象中才会有的那一种人的设定、人的内在什么的。哦，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就有一种
他有一种童话感。那是他小时候才有的一种童话感，可是遇到你之后就开始有，他开始有一些特别。刚不是前面已经说了吗？他有一些特别的想象嘛，比如带你去吃饭，带你去哪里玩什么的。其实他中间掺了很多童话感，比较像是一种童话世界。他本来性格上没那么中二啦，没那么卡曼式电影式浪漫式 drama， 他本来没有这么的那么多，但他平常也会接触。可是他接触的这些，在他心底累积下来的那个讯息，在遇到你的时候，突然爆发起来，好像他也可以成为是那个剧里面的主角，他也可以做着跟电视上或卡通里面那些浪漫的事情，他好像也可以为你奔放一下，做一些他平常理智以外的事情。这边的讯号给的是这样，所以你的存在跟你的出现突破了他的个性的一些边界、一些疆界，也算是瞬间改变了他一些新的思维，他脑袋有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讯号，是他之前从未有的。也因为这些讯号的出现，让他开始觉得好奇。他除了好奇你的存在为什么对他人这么特别之外，他也开始好奇自己的改变。所以他会有一种，我刚说他会有一种内在有一种强烈激昂的讯号啦，强烈激昂的感觉啦。其实是蛮复杂的感觉，除了对你的喜欢是一种感觉，他对于自己有一种热切的感觉，也有点欲罢不能有点欲罢不能。那我再翻一些别的，再帮你看他内在还有什么更深这个人挺让我好奇的啦因为我一发现他压抑着他自己心里的那个澎湃的感觉的时候，就让引起我非常高度的好奇。他还需要，你要给他一点时间，他需要回家照很多次镜子。的意思是说，他回家需要好好的想清楚，他能对你做什么，你给他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他有多需要再去见你一次，他有多需要再认识你一次。他其实我跟你说，他其实有在努力让自己对你的感觉慢慢消落，可是似乎他有察觉到蛮难的，他必须要再去见你一次，他有点对你有点难忘了，在第一次见面。可是，在你这边我必须说，你可能会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些平淡无奇、很平常的事情，认识了一些人，你也没有特别的印象想出来是谁，其实，但可是你的特别已经给对方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了不过我要扫兴一下，他这一个说回到下次要再展现前，可能会有一小段时间，多久我不知道，但是他会去找事情去分心，不要那么快出现在你面前而是他心里已经对你有点念念不忘，他时常会想起你，所以他就算时常会想起你，但他也不会因为特别想你而去创造一个去跟你见面的机会。他也有方法可以去，他知道要怎么去见到你，因为你们有共同的朋友你们中间有认识的人。他知道他要去什么场合，他也知道有些活动你会出现，或你可能会出现，他可以去就会遇到你。但他似乎有一点觉得，认识你是早晚的问题，早晚的事不用特别急，主要是自己准备好了心态了，再去找你就好了。所以我必须说，这一题这个时间点，我只能说这一题已经很靠近了，是因为靠近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靠近之后，你们认识之后，后面他下一次要再跟你主动这一段时间就很难抓。我只觉得现在这样子的逻辑是，第二次跟你见面，第二次的主动可能中间会隔一小段时间还有可能是中间啦，你们中间有别的人让他不好去表达这个有这个杂讯，但我不知道，我没有在翻真正的细节是什么，只是你这个人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他准备好了会很快就出现只能说很确定是现在有一个暗恋你的人啦，很明确的暗恋你的人在附近啦
因为我本来觉得他应该要马上去找你了，可是我这边突然有一个疑虑跑出来了，就是突然有一个讯号告诉我，最好不要这么快，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讯号是他那边的内在的一个意念不被我捕捉到了。他可能告诉自己说最好不要这么快，所以这个讯号被我捕捉之后，我才跟你说你这个第二次跟你表达的距离可能有点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他只是他内在的那个意念可能被我抓到了，不代表他就会这么做。这可能只是他阻止他自己心里的那个声音跑出来了太过响亮被我听到或者被我发现了这样子。好，然后我越看越觉得你们第二次见面的中间这一段断掉了，但没有说休息，没有说最近的那一条路断掉了，但其他的路还是通的啦。所以目前情况就先这样。总之，2号，不，选择1号牌的朋友，总之啦，你还没遇到他，但是你已经快遇到了哈。遇到他的时候，情况真的还不错啦，已经开始这一条故事线展开了哦。也许快，也许慢。其实他也有，我刚是说了，最近的那一段路，其实现在目前开始是断了，但是还有其他的路哦，不是说完全还有其他的路，只是看他要慢慢这样子走进你或什么。坦白说啦，他认识你之后，想要立刻第二天就去找你，也是完全可能的哦。好，不行，哇，还需要再翻一下，我想翻很里面的东西。好啦，他的期待值过高啦，他的期待值过高，他怕他没办法负荷，而且他怕因为他以前有一些我发现他以前有一些付出，他以前有雷同的感觉，然后他有全力的付出，全力的什么，然后可能没有收获，所以他这一次又有雷同的感觉，但他没有排斥，他只是觉得他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他的概念不错哈，他其实是一个蛮乐观的人哈，他觉得他可以做得比上次更好，而不是因为惧怕而让他慢。他心里的那一个说不要这么快，其实是因为他觉得他还要更好的时机，他找到更好的相见，或是他觉得他在期待另外一个更好的邂逅，或是更好的时机，没有旁人的时机，他才要跟你说，他才要更多的表达。他其实是一个某一种角度上的完美主义者，某一种故事里的完美主角的概念。他已经有一个主角意识了，所以他希望这个故事发展表现出来是最好的。他这边有一个，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这2张牌告诉我的是说，他对于某种能量的掌控，不想浪费，不想随意的释出对能量的一种珍贵、珍惜的感觉，就像是他珍惜自己现在对你的感觉这一件事情。他抓得很准，然后他也觉得很重要，他觉得要好好发挥，所以才让时间拖慢哈。目前看就要是这样子，所以你再等一下了哈。这个能量我还觉得还蛮强的。选择1号牌特别，我确实是有抓，我觉得我确实是有抓到有些人身上，确实是有这一条故事线发展哈。所以选1号牌的朋友，期待一下哈，期待一下。我相信有人似乎有这样子的故事线正在正在立刻发展。好，就这样哈。选择1号牌的朋友，这题很好，这一张牌1号组也蛮好的，就真心祝福你哦。好，就这样哦，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听。来，我们继续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已经降落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用讯息非常多的动物牌卡来看给你们看一下更多的讯息是什么。好，来这个好。好，
好的，就先这些哈。我看一下，哦，我目前得到第一个很重叠性的讯号哈，就是它那个描述的词汇有重叠。那重叠的词汇有类似，但是词长得不一样，是类似，可是性质上是重叠的。他在讲说，这个新恋情哈，它很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样子、那个性格，那种反正你心里如果有一个蛮具体的样子的话，这一次的新恋情降临的话，还蛮接近这个状态的。蛮接近你心里所想的那个样子。如果你心里没有那么具体的那个人的样子的话，那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比较符合你现状的哈。如果你现在才开始去思考你具体的那个样子的话，可能有点太迟了，因为他这个已经有点像是选到了哦。如果你常来听我会跟你说的时候，是有一个适合你的能量哈，这样子慢慢的靠近你。靠近你，但不一定是真的有选到人啦。它就是有一个很适合你的能量来，或是说是谁这边没有办法确定哦，但是可以帮你抓到说是什么样子的能量的结构的人来，然后跟你合不合，跟你是互补，还是跟你是 twins 双胞胎这类型的。那这一次呢，2号牌的朋友看起来是连人的样子跟什么背景都已经选好了，都已经决定好了。好，那首先啦，他的外在各方面很吸引你，很吸引你，然后你很快就有勾作感觉，他也是，两个人是互相的哈。那彼此见面的时候，会对彼此充满了非常高度的好奇心哦。那这一个也是因为叠加了对彼此的第一印象的喜欢。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调和的部分，你们两个的相遇或是个性上、契合上，已经是属于一种非常合适啦、非常契合的状态，互补啊、相似都有存在啦哈。这组5张牌的搭配，其实内容真的都蛮好的，无论是感性的哈，或是物质上面的理性的东西，都已经分配的好好的，非常平均，非常平均，连五感上面外在的东西都已经确定。是你会喜欢的哈，外在啊、表现各方面，一些肤浅的或深层的都是了，表面表象的。我觉得这5张有点太完善了啦，让我不得不有点紧张。后面牌面会开始抓一些缺点哈，没关系，总之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哈。我们后面再帮你看一下哈。一般来说啦，通常这5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后面也不会太多，就是太差强人意，因为它这里有一些是垫底的，有一些是基础的，有一些是就是在定义这段关系这个能量的状态啦。它已经是好的，表示很多情况是已经修正完的，就是说你跟这个人的相遇和未来两个人相处状况，其实都是已经修正好的。那所谓的修正好是说，他修正好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相处起来正常的，不要有什么太怪的事情发生，你也不要带有一些奇怪的怨恨啊、报复啊、后悔啊这种很负面的深层的情绪去面对一段新的感情的话，一般来说配给你或者给你在你身边遇到的，通常都是一些很健康的、很适合的、很契合的啦哈。我之前其他的牌也有讲过，如果你自己的状态不 OK， 通常牌面上并不会帮你去圈选适合你的人来，因为我们这频道算很多哈，我自己的意念都是在帮你找到比较散的、比较安定的能量给你哦。当然，这些能量以外，可能会有一些串场的、擦肩而过的一些让你感觉不好的，或者试着交往可能感觉不好，也有这种。但是我这边不太去捕捉这种坏的负能量出来，因为我个人是看到会把它抗拒排开来，哦，所以我都会帮你抓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所以像这一题这个要来的这个新恋情里面，它其实各方面，我觉得它跟你不是因为相像而契合，而是你们都有彼此需要的。就是说你生活里有很多的不平衡、不适应、忍耐。本来都是靠你自己一个人的，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他可以帮你分担，他可以理解你，他还可以找你找到方针、找到方法，告诉你说怎么面对。还有他可能也有一些经验已经有了，然后
你会有一种有同伴的感觉，你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你有一种找到方法的感觉，你有一种不会孤立无援的感觉啦。所以这一题，这一个交相性的训练期出现的这个平衡感、平衡状态的质量蛮高的，你可以期待一下。来找一些其他的讯号哦，看一下哈，来调一下。到了这个程度啊，我觉得他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啦，就是你理智面，理智面要感性一点，不要太他这边有一个小提醒啦，他好像也就是他找到一些小破口，就是说前面这个情况是很稳定的本来就是很契合的，但是彼此都还是会有一种原生的个性，原本的个性最本质，你的性格的构造，就是可能就是星座那个星盘这么复杂的那个结构里面，你有一些小小的个人的别扭、个人的执着、个人的偏见、个人的理性判断能力，会在这一次这个人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因为有点觉得关系还不错的时候，想挑毛病啦。但这个挑毛病也不是你的错，是因为你觉得还可以更好。有时候人会贪心起来啦。有些因为你的基准点一开始跟这个人交往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基准点踩得蛮高的然后你会在比较高的标准里面再去挑一些东西。人本来就会这样子，有点按耐不住去让一切更好啦，所以他会有一点挑剔，你会有一点小小的挑剔，没有很严重，只是这里牌面在提醒你对于你自己以外的人事物，对于他环境各方面，他现在有一点点不太说，只是指这一段感情。他现在说，你现在可能要去调整一个个性上的一个东西，先调整一下，就是太硬了。对于有原则、有规则的事情，你太硬了，太一板一眼了，需要多一点人情味，需要多一点体谅就是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看到有人行人闯红灯，然后他这个斑马线，他就是那种5步就跨过去的那一种斑马线，很短那种，一跃就过去那种斑马线。那可能那时候有红绿灯，大部分的人都会停下来等都看一下旁边的车有什么。可是有的时候，有些人看旁边没有车了，他就跨过去了嘛，对不对？那心态上，你就会觉得说，红灯了就是不能过。可是在这个状况里，多一点人情味，多一点想，就是说没车了，然后他又赶时间，就让他过吧。我的概念是这样，虽然我也知道这个是违规是不好的，不能说，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很硬的原则上面，有些人想要突破，有些人想要创造弹性，有些人想要就像这个闯的，他就想过。当然了，他被抓到是他的事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的情的这一面，我们就不用再加诸于更强的严厉，就是反正好了，他可能真的赶时间，就让他过吧。那他没有被抓到，是他好运啊，大概是这种态度。我不是说这件事是对的，这件事是错的哦。但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在模拟或是在投射你心理上的某一种态度，对万物的一种原则上是否还有弹性，原则上是否还有一些缓冲区的一种概念那这个我把它换回来在你身上，就是说你现在心里有很多规则，有很多框架太硬了，有些不用这么硬有些它可以有点弹性，有些它可以有点人情味如果你觉得你已经都蛮有人情味对了，那 OK， 这一题可能就不是讲你，这一题可能就是在讲你说你有些很严厉要求的事情也要放软一点。那可是这一题这里他有点在针对原本就对某些规则很硬的朋友们，要适时的放软一点因为其实有些东西要求到9成8成就 OK 了啦。它这个好处是，它会让你所散发出来的气场、柔软度、眼神、语言，都会出现比较和善的气质、和善的气息。我想他这一点提醒的，可能是在帮助你
跟这个人相遇之后的一种相处上面的持久力、续航力跟电池更强啦。大概是这样子，他在提醒这个问题哈。因为他这个水能量放在太多，他一次出来这么多的水能量哈，放在了一种对于原则、规则、世间万物法则的一种要求上面。可是他用水能量来说的话，他就是希望你柔软一点、弹性一点哦。你可以要求，但是再弹性一点，它可以帮助你提升更多跟这个人相处的一些碰撞火花哦，火花就变成是浪漫的火花，而不是真挚的火花，纷争的火花就会减少哦。这边有在做一个后续的相处上的提醒啦。那当然，这边也有在说，你还是会想要维持在一种很有原则的关系上，也是可以啦，没有说不行。但是他就是因为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提醒你可以软一点点，多一点，放一点空间出来，是 OK 的，不会影响太多。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一样的逻辑，一样的智慧哈，它都放在就是，他也在说哈，你某些很多的原则啊、概念啊，那些你所追求的这个哈，它都蛮像是你的一种自我保护啦。你很怕很多事情可能脱序了、失去原则了、失去控制了，然后你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出来啦。这情有可原，这情有可原。但是他这里其实真正在暗示的是，你有很多安全感的来源啦，你有很多安全感的方法啦，不一定要这样子紧抓着某些规则才有安全感啦。这个人的到来也会让你知道说，依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对你的付出也是某一种安全感啦。那你们可以交换。你可以给他，他也可以给你，这一种来往也是一种全新安全感了，而不用完全抓住那个原则哈，把自己的空间、时间、能量分给对方来照顾自己也是可以的。这个安全感做一种分配互动也可以。他这里真的有在提醒你，他安全感的模式有很多种了，不是只有规则这件事情哈，有就是有点在说你所相信的和平哦，你所相信的现实，它不是只建立在规则与法则里面，它还说建立在人跟人的信任上，人跟人的一种温暖上，人跟人的一种在乎重视上面，它这些都会超越规则啦，因为规则最后还是去为了让可能会造成的混乱跟纷争发生前的一种预防机制，但是在这些东西都不太会发生，或是不太有状况的时候，这些规则似乎就不用守得这么紧了。因为你可能你自己所创造的一个环境周围，其实都已经很安全了。他希望你再放松一点。其实这个牌，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在照顾你啦。他在告诉你说，你太硬了，太紧绷了哈，松一点点，对你真的比较好。对，不只对你比较好，对于周遭的人或是这个人跟你相处。可是其实我还是有看到一个讯号，就是这个人其实能够帮你破解这件事情啦。这个人可以。它带来了某种安定跟你没有见过的一种安全感原来接受别人的付出也是一种很高度的安全感那他这个人对方也有能够突破你的规则的能力了所以这一题的它有一个两面性，它有一个双向性，它有一种就是说你自己先把规则放软 ，OK， 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这个人你的规则对他来讲其实起不了太多的作用对这个人来说，因为他能突破，他能够一笑置之，他能够更乐观的看待你所谓的不安全感前所设下的那些规则和原则这些的，对他来讲没有效果，也因为没有效果，所以你更适合跟他在一起，因为你才能够真正的放松下来。这里看到的就这些又是一个很平均的上面水能量，下面火能量然后在情感面的时候，在情感面的部分。也脱离了情绪化都在理智上面，所以并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两个人相处上能量上都我觉得很稳定，很稳定。刚刚我讲这些只是吹毛求疵去挑剔的啦如果你能够
修正一下下，OK， 好，他这边只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有点吹毛求疵、挑剔一些，你能够好，还要更好的一些小方针跟你说哈。来，我再继续看。哦，这刚讲的比较快哈，其实可以讲到20分钟的内容，刚刚一下就讲完了，然后节奏比较快哈，因为讯息很清澈，我直接捕捉就直接跟你说了。好，你们两个人的相遇了哈，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其实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不小心连到的，就是说你的朋友圈，他的朋友圈，然后有很多连接哈，然后不小心连成一条直线哈，然后他就会出现在你，他就这样子出现在你面前了。所以他的出现，你会发现他好像不是你的生活环境里面的人，他好像一圈又一圈的从一种好像跟你来自于完全不同世界的领域的朋友圈的圈子里面的人，突然出现在你这里，所以你们可能谈的背景故事跟那些会有点差别哦。但是基本上有很强的互补作用呢，你们两个有很强的互补作用，因为这里充满了蛮多的好奇心，去推使你们两个去让彼此在一起。好奇心不一定会让人在一起，除非你好奇的东西是你喜欢的、有吸引力的，这你懂我意思哈？尤其刚刚前面就已经说了，这个人蛮符合你心中所期待的样子跟各种条件，所以你一定会充满好奇心的了。那他对你的感觉这方面，我之前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讯息，但是有那种他接收了你的喜爱的讯息有，所以他接收了，我觉得他也表示他对你的反应也是一种等比的啦，一种等量的回应哈，所以我想他应该也是喜欢你，因为他这里太平衡了，所以并没有所谓谁付出比较多的状况哦，一来一往的能量平均分配是蛮稳定的，蛮一致的，很像镜子照镜子啊。这里在说就是说时间。时间到了，你该领取这一个人了。时间到了，你该领取这个礼物。对他来说也是哦。其实他那边有一个很强的讯息，是有在驱使他说，他遇到你，看到你，跟你相处，看到，反正他遇到你的时候，他的内在有一个讯息告诉自己说，哎，好像是这个人。他这里有这个讯息哦，然后他心里有一种很丰盛的丰沛感，让他觉得说前面这一个人带给他完整的舒适感，很有生命力的感觉，而这个生命是来自于他自己，不是来自于那边哈，他心里就会有一种时间到了的一种讯号出来，他不太能诠释说时间到，他会有感觉说好像就是这个人，好像可以谈恋爱了，或者这个在他那里是有这个讯号哈。这个部分可能他再有个小提醒啦，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纷争但是力道都很弱哦。我觉得都只是一种小别扭的小斗嘴而已，只有到这个程度，没有太激动的哈。其实通常你在我这边频道看到的，我找到的人，我都很少会帮你捕捉到，就是你们会有大吵大闹的状况，或是两个很不合，会有一种激烈的纷争的状况。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个人的意志想帮你捕捉的，都不是那样子的状况哦。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下一个人就是符合你的，我的意思是，我都会帮你捕捉，可能需要再花一点时间才会靠近你的好人，然后在靠近你的好人出现前，很多时候讯号都会说希望你修正一下，因为就像我说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就算好的人过来，会在一起会交往，但持续力也不久，交往时间也不长，或是第一眼见到的时候就错过了。懂吗？有时候我这边牌面要抓的讯号，通常都会往这个风格去找所以这一题来说，你跟他确实是有小纷争，那都只是那小斗嘴啦，但起不了什么大火花，就说起不了什么纷乱的火焰，没有啦。你跟他相处起来是，如果你要一种很激昂、很炽烈的爱的话，这个人不是，这个人温温的照顾你，在精神跟物质上面适时的能够辅助你。
帮助你、支援你，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来，再继续看，让你看更多一下他这个人了。第四番比较多因为好奇。好了，这个人只要到了夜晚脑袋就变得特别灵光，创意十足而且他到夜晚那个能量丰沛度又会比白天更高。其实我有看到这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很丰沛的人，可是他到夜晚的时候会更丰沛他喜欢晚上，他喜欢冷，他甚至喜欢冬天也不是说夏天会让他感觉到疲惫，可是他更适合温度凉的时候。所以到了晚上，他各种的灵感或什么就会比较丰沛，所以他很有可能晚上舍不得睡觉了，或是喜欢熬夜啦，但他也不会让自己熬夜，因为他看起来好像连白天都有丰沛的能量，或是很多事情要做。他这人感觉就是充满活力的啦，很有创意，很想做很多事情，很有创造力，很喜欢工作。他甚至有点很喜欢工作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这个人感觉好像随时随地都想要查新资料、查新资讯，想要学东西，所以他有点舍不得睡觉啦。所以他会想熬夜，又舍不得睡觉，他就会早起。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一天睡4到5个小时，他就觉得太多了，够了。他6个小时就已经很满睡饱，就要起来做很多事情，因为他内在的丰沛能量跟对世界的向往、学习、去查、去搜寻、去 search 的那个欲望太强烈了所以。基本上你跟他在一起，虽然我刚刚跟你讲说是一种温温的，然后什么互相照顾他，能够补你，可是在他的内心里他其实对这个世界好奇的那个生命力挺强的。所以你们跟他相处久的时候，慢慢的，如果他熟悉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个节奏跟状态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他的节奏越来越快，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内容的丰沛度越来越高。因为他现在一开始或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些展现出来，是因为他不想为难你，他不想给你这么多的资料资讯，他怕你跟不上，或是他不想要你这样子去跟他啦，他可以自己先独享。可是慢慢久了，你们彼此的节奏抓到，你就会知道他其实一个内在丰沛度很高的人所以你跟在他旁边的时候，你生活不会无聊，不会无聊。好，再看一下别的我帮你翻一些是否有它的阴暗面的讯号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很明显的，或是反正没有很明显的，我就不说了我们还是翻还好啦，他其实没有什么大缺点。他对你要小心啦，他不是要小心啦。我的意思是说，要你注意你的反应你的感觉。你可能会误会他可能朋友太多了，好像没有花时间在你身上。其实他有啦，他很注重你，他其实有很认真要把时间花在你身上，就你未来在一起的时候但你要看他，其实我刚刚是说他是一个生命力丰沛量很高的，所以他跟其他人跟人的互动都也是很多的，所以他朋友其实还蛮多的。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他很要好的朋友，而是他喜欢他的生命力，他的生活的精力能源会在跟不同的人相处互动里面所得到能源的充电。有他的人的生命力活力就是这样子来的，他无法全天候的只对着你。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只有一整天只对着你，不是我的这个意思说，我的意思说长时间只对着你，他会觉得，因为他内在的好奇，他想要听到别种声音、别种语言的欲望太高了，所以你未来跟他相处的时候，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我通常会跟很喜欢黏情人的黏对象的人讲一个小建议啦，你有的时候要仔细看一下，你1个礼拜跟这个人相处的时间有多长。这个包括你们手机上的互动、传讯息的互动时间加起来，你觉得有多长？在1个礼拜占的%比有多高？其实够多了就 OK， 不要太拘泥于单位。所谓的单位是什么？不要太拘泥于
要几天，这是一个单位，还有不要太拘泥于一天要几个小时这样子太大的单位。其实你只要看这个礼拜你们的互动是否已经有达到一种丰沛了，达到一种热络了，没有像是陌生人了，有足够的够了就可以了哦。那这是第一个建议，就是你怎么看待你们相处的时间的比例。第二是，请留给自己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好吗？要这样子哦，因为有的时候太黏别人或太在乎别人有没有陪伴自己的人，通常都会忘记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哦，或者是你其实有留时间给自己，但是你不在乎你留给你自己多长，所以有时候你还是要自己计算一下你给自己的时间多长，你会发现其实你很喜欢留时间给自己，只是当你把自己的时间用完的时候，你就反过来觉得对方没有陪你，其实你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跟自己在一起啊，要公平一点，然后相处要舒适一点要舒适一点，不要都是以自己的原则跟单位的要求为核心哦，其实都差不多够了就好了。我比较希望你着重再花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好吗？这样子会比较，我不是在叫人要追求你要比较爱自己，你要先爱自己，我不是很在乎这个，因为我觉得人只要多花时间跟自己相处，你就是一种爱自己的表现了。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拘泥在字眼上的爱自己，我的意思是说，要行动上的去认知，你已经好好的陪自己，跟自己在一起了，好吗？其实你可以想象，你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跟你自己在一起，你是你的另外一个情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其实你不孤独，你不寂寞，因为你一直有在陪自己。只是你希望有另外一个声音、另外一个人形、另外一个模组陪伴你，所以有恋人出来。那也就是说，他的出来其实都是一种 bonus， 都是一种多的奖品。所以我们不要要求说一定要多久、要多少才会比较好。那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因为这个人，因为他的能量是来自于很多朋友，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误解，他花在朋友的时间比你花在你身上多。其实你认真看，其实他也花在你身上蛮多的。因为前面看到很多牌的讯号，确实是他不会忽视你啦，他不会忽视你他的能量就是用来跟你一起达到一个共同的一种非常平衡的状态啦。他能量来就是要跟你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所以他不会忽视你只是不要太拘泥这种细节啦，有时候要放开放软，所以他这个放开放软，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前面会说，如果你对原则、对规则太强调的时候，他希望你把水能量或情绪放松一点啦，给多一点空间，让它放松。我终于知道，他这个前后的对应是这个了就是原则。其实很多都是你心中的原则去判断的。其实你把这个原则放松之后，你会发现你给自己的空间，给自己的时间会更多。其实你会觉得更自由自在一点。好，大概讯号就这样综合了你跟他的讯号，跟你自己的一些讯号，这就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我可以给你的这一题的讯号。那就这样了希望你有接收到一些好用的讯息，祝福你谢谢你们来听。来我们来开始选到第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已经降落，新恋人已经抵达来，我们来手5张牌，慢慢帮你寻找一下恋人的讯号。好的，今天用的是讯息蛮多的动物卡来，我们先从第1张开始。好，看起来会是一整组的好牌啦，因为垫底的牌走的蛮丰沛的然后来好，首先你跟这个人遇见的时候，你们会很快就进入一个2人世界。为什么我笑了？因为能量有点太澎湃了啦，能量有点太框住，因为他一开始给的能量就是一种很饱满的，然后时机已经到了，你们2个都在渴望某样东西，然后都会在彼此身上出现。
会在彼此身上出现，然后就在这么好的时机，两个人就要遇到，然后两个人都彼此上都有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我笑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点高兴啦，因为似乎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就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你们因为那个钱币四后，你们就锁在某一种两人世界里面了，很保守，很极尽，就只要你们两个。然后我还在翻的时候，后面又出现了金币皇后哦，那个安定感出现了哈，那个两个人的甜蜜感，那个两个人黏腻在一起的瞬间就出现了哈。不过最底层，该怎么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烦恼啦。你们两个会突然想要对方很多东西，可能是因为太喜欢了，太有感觉了，突然对对方要求蛮多的，所以我这一题你算是会遇到一个瞬间产生一种炙热的爱情的感觉哦，所以这里可能要提醒你一下，不要太激烈，温温的就好，温温的就好。虽然你内心有澎湃的火焰或什么，其实我跟你说，你们内心不是走火焰这个能量，是走水能量，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温温的哈。即使你对对方想要的东西，想要他对你做的很多事情，他都会慢慢的、自然的对你做。你只需要耐心的等，你只需要顺着水走，都会慢慢的出现。不要急着去要，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要给，但时间还没到。但你先要了，表示你的时间轴跟他的不对齐。所以就会造成某些不必要的小别扭哈。总之，这次恋人的降临会给你一个蛮蛮有浪漫感的啦，但是不是我说的炙热的爱情，然后很澎湃的火焰，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所以我把它修正一下，它是一种很丰沛的情感的哦，然后还好啦。还好有土能量做垫底做压制、做滋润啦。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丰沛的感觉，但节奏快不到哪里去。好，相处起来会慢慢的，可是其实我把它修正起来，它其实是一种温温的温温的保温的感觉了哈。其实没有太多的纷争，只是还是有很深层、很深层、很深层、很深层，你有蛮多的欲望，希望他帮你实现。有哦，这心底下有一个这个讯号哈，你要注意一下哈，你要把它克制下来，你要把它压制下来，你甚至要把它忽略掉哦。顺着感觉走，顺着气流走哦，顺着他的节奏走。我甚至觉得你顺着他的节奏走就好了，因为你们两个会框限在两人世界里啦，不需要两个人都不需要两个人都在领导着啦。哦，让他领导着，或是他让你领导着，看你们谁要哦，或是交换，偶尔交换这样。慢慢的哦，这个初期状态只是一开始啦。不用多久不用到1个月，你慢慢就恢复到一个冷静分析，找到两个人相处的秩序了。两个人相处的秩序，那这个人很快要来出现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节奏，这牌面没有说是不是赢在附近或什么，这等一下再翻。现在只看到是两个人相处之后的一个状态了哈。那你们初期，反正我用非常白话的讲，就是初期会很有感觉啦，可是很快就恢复到一个秩序，会有点冷静期。但是请你不要误会，那是你们的感情变淡了没有？你们本来的相处就应该要处在一种很有秩序的、很温的、很平静的状态哦。只是因为水能量有点太爆发了啦，一开始就给太多了啦，所以需要有点像是水坝需要把水放掉了，满了啦哈，需要放掉一些。好，我再继续看后面哈。跟我刚刚说的就一模一样啊！你们大概1个月吧，相处1个月之后，就真的会进入一种冷静期，会有比较有秩序。但是你真的这边也有在提醒，是真的不要误会，说是你们感情变淡了，没有，这是你们两个本来就应该要达到的一个秩序哈。然后你们会进入一种探索对方真实的好的一个阶段，很快就进入第2阶段了。那因为一开始土能量就做垫底啦，那个水能量只是一种引子啦，药引子爆发你们的感情，所以
大概1个月之后，你们进入比较冷静、比较专心理解对方的时候，你们两个会进入一种新生活，会进入一种新的相处方式，跟头1个月或头2个月不太一样。因为那个就冷静下来了嘛，然后你们会开始审视。我觉得两个个性应该算蛮像的，因为这里有一种搭配起来很完美的状态。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算是个性蛮像的，价值观也蛮像的，所以才会一触即发，然后很顺，节奏也搭在一起。只是因为前面太快了，太丰沛了，把以前都没用掉的水能量用掉之后，恢复到一种土能量的平静，然后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有一种全新的转换，然后重新，其实有点重新认识你眼前的这个人那种浪漫的感觉，那种澎湃的感觉，冷静下来之后，你才发现对方其实是因为有很多的好是你喜欢的，所以你一开始才会有那一触即发的感觉。他也不是因为你想去往下摸索，而是你就是自然而然的靠直觉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只是你没有办法具体的觉得到底哪里不错。大概1个月之后、2个月之后冷静下来之后，你才能够比较能够诉说给你朋友说，其实你知道他的好在哪里，所以你才会这么沉迷。他也是，我现在讲你的也是他，因为你们两个真的太像，所以他这个我讲你的能量的部分，其实也是在讲他对你啦。这里虽然没有一个协调的牌，其实这里没有任何协调的牌，但是它能量分配很平均有时间轴，它有一个时间轴有个顺序然后也有场景，也有环境，就是你们两个所在的环境的样子那看起来就是节奏上就是这样了，还是没有什么时候会遇到这个人他都还在讲一个很未来式，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直接跳到后面的。通常会这样子，我都认为就在附近了啦。通常会这样子，我都觉得就在附近，然后只差一个事件发生，把你们连在一起。来，我看一下等一下移上来一点是，他这里又讲的是你们会再进入一个第3个阶段了。他1、2、3，他如果会进到我认知的第3个阶段，表示你们的感情各方面都还蛮稳定的。因为从1到2，我刚刚只说1、2个月，可到第3个阶段，对我来讲都是成倍的时间所以你们可能到了第2阶段的发展，就会有一种。你们会有一种更高的理解，已经到了一种比较精神面的了。你们除了探索物质面的2个人生活上的需求然后找到彼此的相处方法，然后对于互相的理解这关也过了，理解对方的需求，理解对方跟自己的适合的点在哪里之后，你们就进入一个精神面的，你们会有一种更远的目标，会想要去探索一些你们现在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可能会去探索新的国家、新的地方。在这个之前，你们2个都已经去过彼此常去的地方了，然后之后2个去探索一种全新的地方，所以你们2个其实节奏感其实节奏感还蛮像的做对生活的计划一些安排，其实都蛮一致的。你们很快就进入了我最喜欢期盼的，就是1+1等于1的状态那可是要小心一件事了因为你们的节奏到后面会开始加快嘛，或做的事情会太多。这边有在提醒要呼吸一下，你们需要呼吸一下，你们有点忘记为自己呼吸因为你们2个节奏太快了，有很多事情都有点加速了，成倍了，收获也成倍了，彼此也分享了彼此的感觉，节奏就都太快了，太嗨了他这边有在提醒你们要慢一下，为自己呼吸，而不是呼吸一下。这个讯号比较像是为自己呼吸，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给为自己呼吸这个讯号，而不是给要有空间呼吸。因为我第一句讲出来就是为自己呼吸，那你就着重一下为什么叫做为自己呼吸，为自己而活。其实我觉得他的逻辑比较像是说，等等现在你的节奏跟他的节奏似乎都是第3种节奏。什么意思？你本来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嘛，他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们2个创造第3种节奏，所以你们后来因为太近了太顺了，所以变成你们2个都在享用第3种节奏，没有不好。可是这里好像有点在告诉你说，似乎开始忘记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呼吸，你需要转个弯。我觉得他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主要是因为
他好像有预测到第三阶段开始之后，两个会进入一个瓶颈，进入瓶颈之后就会淡掉，然后进入没有办法发挥，没有办法突破。所以他现在先告诉你，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必须要回到自己，为自己呼吸一下，转个弯哈，才能够破解你们两个之间关系的一种一致性，一种不变性，一种太安全，一种个人空间，他才能够突破。我刚刚说一开始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进入了一种两人空间，所以他这边我大概知道了，他所谓的一开始你们就进入了自我空间，说在第一阶段是一种水能量的爆发，就很多恋爱啊，很浪漫。到第二阶段之后，你们互相了解自己，然后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开始两个人要突破，想突破，想找到新的地方，可是发现很难。为什么？因为你们还在两人空间里。你们忘了去听其他世界呼吸，你们忘了回到自己独立的位置，才能够感受。你忘记听的这个世界，用自己的角度，而不是用第三个节奏的角度，他的节奏或什么，两个都应该要。我觉得到了第三个阶段，你们两个要开始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这个关系才能够往下。哦，不过这里我觉得都已经讲到太远了，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牌给的东西都已经在你们两个相处好几个月之后了？我觉得我应该要，我觉得我应该要叫牌子再多给我们一点，这个人在哪，何时会相遇的这个讯息哈，这些都给他们把它拉回来一点。我来翻一下，因为这个后面都已经讲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面讲的这么清楚似乎势必要有这个人出现，因为东西都很具体，牌子也很清晰哈。来，我往后找。来看，我叫他找的是最近的连接情况是什么？最近的、最靠近的，我没有让他找远的。我来帮你看一下。你先看一下第一个，这个，哦，3是，哦。最近啦哈，最近你可能会有些邀约啦。最近哈，因为它有两个能量出现，它连接就是你近期可能跟朋友见面，或是跟其他人外面接触的情况太少或比较少。你比较喜欢，你有一阵子了，你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有一阵子了。你喜欢自己一个人生活，一起去感受世界，这个情况已经有一阵子了，所以能量可能会开始让你有跟朋友的邀约，而且这边有一个讯号哦，有邀约你拒绝，有邀约你没兴趣，邀约你没去，不行哦哈。他这边有一个就是朋友邀约你要去哦，才可以打开跟这个人相见的遇见那个门哈。那第二的话，他有在重复讲一件事啦。其实你们两个都有点喜欢走在自己的世界里，两个人都有。所以他希望不要这样，他希望因为5数字出来了哈，他希望你突破一下3、5单数的数字都出来了哈，他希望你突破一下，不要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希望你突破。所以有人邀约你的时候你就去哈，因为他这个是唯一你能够跟他连接的一道门要打开了哦，所以这道门跟你不出去，不去跟其他人见面的话，这个后面的都白费了。那个能量的具体的就不会发生了。我觉得，因为我刚在看这里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担忧，就觉得这个好像被锁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好像没有跟你连在一起，所以我才刚刚一直在碎碎念说，奇怪，一直在讲这么远的事情干嘛？因为我觉得也许这个事情会发生，你一直抓一个这么具体的东西，可是我没有看到那个连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可能会变成一种虚幻，你知道吗？因为它没有办法有路径让它成真啦。所以，可是我这边看到，我在翻3个路径嘛。第一个路径就是说，你要借由第三个人媒介，所以就是朋友或什么的情况去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哈，才有办法连接到后面我讲的这些事情。然后第二阶段的时候，他要找的是有没有你适合的路径或什么的。他这边也是叫你突破一下你现在的状态，去创造一些新的变数。所谓的变数就是要有朋友、别人邀约，或者你自己去邀约朋友。也是哈，那再来，好，他这边有讲说你没办法做这件事，你最近已经太安稳了，都是自己一个人，你没办法再去跟别人。如果你有这个状况，就是你不太习惯跟朋友出去或什么，他这边说你那种不安，
不舒适、不适应，或是太习惯自己一个人这个状态，你要突破。如果你真的要有人在，你这个部分要突破。那如果看这3号牌的朋友，你已经突破，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多去把次数增加。好，这个都有一种要扩大、扩散、强化、突破的状态哈。那后面因为后面这个东西很具体啦，可是就差一步，差突破这一步，你就把它做起来，让它成真嘛，让它显化哈。要一些物理的行动啦，才能把这奇迹显化起来。来，再看一下哈。来，我帮你看一下他那边现在的处境状态哈。哦，好，等一下。这样哦，等一下。好，要去哈，你们的通道已经打开了哈，它在另外一个位置哈。通道已经打开，它在另外一个位置哈，然后他跟你其实，我觉得他跟你有点镜子照镜子哈，他跟你是一个很相像的人哈，他各方面的行为各方面都是很相像的人，所以如果你够喜欢自己的话，你也会很喜欢对方哦，因为他各方面的气场或东西都在哈。但是如果这里就变成是一个前话，就是如果你没那么喜欢自己的话，你会喜欢他吗？我觉得会错过哦，会让你错过。因为你的眼神不会在那里，所以在这边还是有一个前提啦。你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待了那么久，你在里面干嘛？躲吗？还是因为真的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可是我觉得这里比较倾向于你其实已经开始喜欢你自己的孤独了。记得哈，孤独跟寂寞不太一样，寂寞是一种心情上的匮乏什么的，希望有人填补，然后会难受。但孤独不是，孤独只是一个人的状态的一种形容词，所以你可能会喜欢孤独，但你不会喜欢寂寞，这个有差别哈。那我觉得这边翻出来的，我觉得其实你遇到他，你就会喜欢了啦，因为这里的能量比较趋向于是你本来就已经很喜欢自己了，所以才需要你突破，再去多去接触一下朋友。那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喜欢，因为那个能量场很像镜子照射，然后你会找到一个很雷同、很类似、很熟悉的感觉。但是我必须说，你遇到他的时候，你那个熟悉、雷同的感觉，并不是你并没有意识到你是喜欢这个的。可是他给你的这个反应，这边要给你提示是，其实这就是你喜欢自己，一样，你喜欢他就是你喜欢自己，你懂吗？这里其实这个题目是这个哦，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因为你很喜欢你自己，所以其实你在喜欢另外一个自己。好，会有这个状况啊哈。我再看一下。好了，没有太多困难的事。那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比较难的点在于怎么遇到，其他遇到什么后面东西都很顺，怎么遇到哈？目前翻到的就这里哈，我还可以再翻了，但我觉得好了，我再翻了哈，看看有没有了。用另外一个方式帮你翻，看看。好，这样就好了。哦，火能量这么多，他这边啦，告诉你一定要鼓起勇气，带着新能量，带着新的好奇心，带着一种小时候童年的那一种 pure 的状态。什么叫做小时候童年的 pure 状态？就是你喜欢任何东西，你只在乎喜欢；你想要买某些东西，想要跟父母要的东西，你只会想去要，你不会想说要花父母很多钱，你不会想说这件事会带给父母困扰，你不会觉得这样子吵闹很不好。那是小时候的一种 pure， 很珍贵。他现在就是说，他希望你用这种 pure 的状态出门去接触更多的人，那个人不是为了去创造你跟他见面的机会，而是这一条路要开起来。这条路开起来的时候，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些从家里原本累积的那种好，原本在家里累积的那种
魅力，孤独所创造出来的自我的一种什么的魅力，它才会散发出去嘛。然后你的能量跟它就会连接在一起，它就会很容易看到你，它就会在第一时间看到你的时候，就立刻发现你很亮，立刻就会来跟你讲话。因为毕竟路已经通了啦，虽然还少了一个大牌告诉我说路，没有少哦，出现过。我不告诉你什么大牌，告诉你门开了啦，有开，但这里又开了哈，所以门开了，路没有接起来，现在我们就要把路接起来哈。这边2张牌告诉你要做，然后答案就在那边，它就在那里。受祝福的状态就是路没开哈，路要开，你要去走哦，你要出去哦。如果你没有这状态，再讲一次，如果你没有这问题，你总是出去跟别人出去，那很有可能现在的圈子不对，要再认识新的朋友哦。你现在这一个圈子是僵化的，就像这个钱币师这边有钱币师，你现在这个圈子是僵化的，你要再去要新的圈子。这样讲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像废话？你当然要去创造新的朋友圈，你才要认识他。虽然听起来像废话，但是重点在于你有可能忘记了这件事，所以这边要提醒你，你可能忘记了，或是你花太多时间在没有创造可能性的位置待太久了，因为太舒服了，懂吗？如果你是另外一种状况的话，这边就是叫你要去创造新的变数啦，建造新的变数。好，OK， 来，还有时间，我帮你翻一下他的人怎么样，看看牌怎么诠释这个人哈。刚刚有要翻了，但是他又跟我讲一些情况的，我直接翻一下这个人哈。好了，这个人，其实我翻到3张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人他除了跟你相像之外，他会带来很多你缺少的面向了。他的意思是说，元素上面如果你是属于很冷的，他会让你认识什么叫做热的世界哈。如果你是红色的世界，他会让你认识绿色的世界，这种对比的世界，一种正面对比的世界。蓝的世界，他就带给你黄的世界。这个是这样抽象的概念，就是说，他不是在跟你互补，他是在让你开眼界，他是让你看清楚新的另外一个世界的更多的乐趣。他其实他的出现跟他的个性。有一种能力是，他很容易消除人跟人之间的偏见，因为他会让他的个性上，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如果有人有偏见他不会支持，他也不会反驳，那他会让这个人的偏见里面增加更多的选项，以至于削弱那个偏见的尖锐性。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擅长带给人更多元的视野，以至于会创造更多元的选项。他他有点排斥事情的一致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表决去一个地方玩，结果问5个人，5个人都投票一致是要去哪里，他就会从心里就觉得说，那表示这里不够好，因为它里面的丰富度变数太少了，在讨论的情况应该只有3票，另外2个人会觉得其他地方比较好，所以他会希望会有另外2种状况出现，那他就是哪一种会创造别种选项，让大家审视一下是否。大家的思维太单调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能够创造更多的选项、更多的知识让你选择，而他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去选，他只是希望能够提供你在更多选项里面选出对的，或是选出你更喜欢的。当然，你也可以选原本的，但至少你有比较过，你知道你有更多的方向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啦。它属于一种多元元素的人格啦，它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这4张牌看到的是，除了是丰沛的元素之外，还有一种四面八方来的资源、来的能量，然后它又存在一种非常在我的形容，他是一个很容易听到大自然声音的人。他这什么意思？表示他能够听到很丰沛的世界的资讯，转化成生活上，就是说。他在网络上看了一些新闻之后，他能够立刻收集到世界各地不同的特色，而不是只是单调的对新闻的事件有反应而已。他能够看到背后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意义，这就是他看世界的角度不同的地方好，
挖到一些它的特色了哈。那你大概想象一下吧哈。好，大致上就这样哈。这选择3号牌的朋友，那你期待一下哈。看来你要遇见他的时间，需要你自己出门的频率高不高低来创造哈。就这样哦哈。那祝福哦，选择3号的朋友，谢谢你们来听。